We've made very clear what our red lines are, what things we're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m on, and what things we're not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m on. And we've made that as clear as we possibly could. And they have chosen not to accept our terms. 因为美伊谈判没谈拢，加密货币市场又是一大堆人爆仓。在周末前呢，比特币价格是不断往上爬，去到日线级别的红色下跌趋势线。时间节点来到周日凌晨12点左右，比特币价格确实已经触碰到了趋势线，但就在那一个时间节点呢，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崩的消息传出市场，迅速下跌了$3300，来到今天早晨的70400。那当下从 K 线角度，趋势线压制上不去，现在是跌到7万左右，是要重振旗鼓继续往上冲呢，还是高概率会往下下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接下来我们快速来到盘面，先看周线。周线呢，其实在上周收了一根长的上影线，实体柱子呢非常小，伴随着轻微的量能放大，这是一根射击之星。这样的一个线型呢，其实并不利多。从周线结构方面，周线一直是在往下，那最终是否会跌破，或者说在这里呢进行横盘整理或者筑底，最后反弹不得而知，因为现在行情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是可以知道的是，我们在上周也提醒过大家，行情已经来到一个极其关键的位置，非常有概率会迎来突破。那目前来看呢，上周的行情并没有往上走，反而是横盘整理。如果这周继续横盘整理，或者是往下走，我们即使在 MACD 也实现了底背离。底背离的话就是价格再往下嘛， MACD 它的红色动能柱再往上，所以说它是一个底背离。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即便往下走，只要量能不是放大的，是缩量的，那它这个底背离的结构呢仍然存在，依然会有再来反弹的一个概率。周线级别总而言之情况呢虽然不如预期那么好，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线。打开日线级别可以看到，这两段行情呢是非常相似，都是下跌过后的一个震荡整理向上。那目前呢，在这一段上涨路上受到了这个通道中轨和大级别下降通道的上轨双重压力，没有突破，然后反而是向下了。那这个掉头向下的结构其实不太好，它是一根小阳线伴随十字星，然后又是一根大阴线，这是一个典型的黄昏之星的看跌组合。那这个看跌组合的情况下，就是短线呢有继续延续下跌的概率。如果继续下跌呢，打开我们的指标可以看到，上方是有一个缺口没补的。这个缺口的位置在71700到72900的位置，那这个补缺的基准点是这个缺口的正中间1/2的位置，也就是72300。短线级别的交易机会呢，重点就是观察这个位置有没有补缺，之后能不能出现破坏信号。如果能出，这个位置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净空单位置。同样跟进一下最新的资金费率啊，资金费率对于我们而言呢，是有明确的预测市场的作用。当资金费率为极负的时候呢，就代表下跌可能要暂缓一下。但是在面对一个熊市的过程当中，面对高额的资金费率，市场就是有倾向会继续往下砸。那当下呢是属于一个正数啊，对空头来说是有一点点的优势的。讲完技术面指标，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宏观信息啊。为什么美伊谈判破裂会直接引发比特币的短线急跌？在这个周末，美国跟伊朗代表团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谈判。大家本来期待这场谈判可以给中东紧张的局势带来降温，但是呢，完全谈崩了，因为在核武器这种最敏感、最核心的分歧上，双方根本就互不相让，最后是不欢而散。美国副总统甚至就直接回国，连下一轮谈判的时间地点都没有。谈判一破裂，美国总统川普就立刻在社群媒体上放狠话，他直接宣布美国海军要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军事封锁，还要搜查扣押那些向伊朗交过通行费的船只。那大家都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面对这一场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动荡、战争升级风险，比特币作为一种高波动、高风险资产，首当其冲会被成为抛售的对象。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有两道关卡，不仅是伊朗封锁一道，美国也加收一道。伊朗你不让我的船只过，我也不会让你过，那所以大家都别过了。难办啊！我操，别办了！除此之外呢，周末最大的瓜莫过于 WLFI。这个团队有一个团队成员写了一篇推特，揭露了 WLFI 内幕操作，各种割韭菜，揭露了更多细节。而且这篇文章当中也指名道姓点名了孙宇晨。孙宇晨作为 WLFI 最大投资者，他投了多少钱，达成了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所以孙哥对于这条推特反应非常大，写了一篇非常长文的内容。那言语间把自己放到一个受害者投资人的角色，声讨公道，但至少反映了币圈一个现状，就是目前投向币圈的资金大部分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那大部分都还没有用于行业的建设，所以币圈的发展呢还是一言难尽的。就连之前有一些购买加密货币的上市公司呢，最近都有开始进行了减持。地缘冲突不仅削弱市场风险偏好，让资金不敢购买比特币，更严重的是它直接推升了全球通胀预期。
那除了中东局势，美国本土经济数据更是给比特币重重一击。3月 CPI 数据出炉，那从 2.4 飙升，大幅飙升至 3.3%， 通胀已经不再是预期，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最大推手呢正是油价，其成分涨幅创下60年最高纪录，与我们前面分析的中东局势完美串联。通胀飙升直接宣判了联准会降息的死刑。原本市场还在期待联准会降息救市，但现在来说的话，鲍威尔根本不敢降息，甚至可能考虑升息来压制物价。根据 CME 联准会观察工具显示，4月预测市场预测4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高达 98.4%， 降息几率呢已经无限趋近于零，甚至有资金开始压住后续会继续升息。在高利率、高通胀、高地缘政治风险的三高环境下，比特币这种没有利息收益资产自然就是大打折扣。那大资金更愿意买入美国国债，稳稳赚取 5% 的利息，也不愿意在币圈心惊胆战扛着暴跌的风险。这就是当前市场缺乏增量资金，比特币涨不上的根本总原因。不过仍然有一个死忠粉还是继续选择购买比特币啊，那就是我们的微策略。微策略在上周斥巨资 3.299 亿美元，再度加码购入了4870亿枚比特币。那这次买入的单价落在了67718美元。这一番逆势大额增持之后呢，微策略的总持仓来到了766970枚比特币，76万总价值已经超越545亿美元，他们远远就是甩开了第二名的4万多枚，坐在了全球持仓量最大的比特币保障公司的库藏公司的宝座上。那这里他们最终的目的啊，就是说拥有比特币总供应量 10% 啊，这个终极目标呢又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微策略这76万多枚的平均价格落在了75644美元，对比一下现在7万出头的市价，意味着他们还是被严重套牢的状态。加上今年第一季度币价的剧烈波动，微策略向美国 SEC 提交了财务文件显示，他们在第一季度当中未实现亏损，也就是账面浮亏竟然高达145亿美元。当单一机构掌握了这么大筹码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大户无法退出困境。试想一下，如果未来有一天微策略真的撑不住了，必须要变现，那市场上谁能接住76万枚比特币的超级大砸盘？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如果还没有 Gas.io 的账户，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在注册的时候，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这样你可以获得 20% 的终身手续费返还。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一鱼多吃福利多。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